这是一台使用铝合金外壳打造的平价 NAS， 它配置了双网口，自带2个 NVMe 和4个 SATA， 一共6个硬盘位。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为大家介绍装置 AMD 嵌入式 CPU R2544 的6盘位双网口 NAS S-Magic 阿麦奇 N3A。R2544 这块 CPU 属于我们很少接触过的 AMD 嵌入式 R2000 系列。看着纸面参数， R2544 是其中性能最强的。它看起来不像我们的英特尔的 N100、N305 低功耗 CPU， 功耗都低于20瓦，所以它的性能到底如何？今天我们就一探究竟。阿麦奇 N3A 它装置了 AMD R2544 嵌入式 CPU，适合8线程，内置 AMD Vega 8核显，双 DDR4 内存，最大3200兆赫兹，双盘位 M.2 PCIe 3.0x4 接口，4盘位 SATA 接口，3屏显示输出 2.5G 加1000兆网络接口。打开来看一下，电源线 HDMI 线缆说明书，这块电源是9伏 6.3 安，一共120瓦功率。铝合金一体成型的机身还是很重的。这是一块磁吸盖板，打开它有4个磁吸点，1、2、3、4，这里有4个 SATA 硬盘抽取盒，可以安装4个 3.5 寸或者 2.5 寸硬盘。这里是电源开关键，有个防误触的小盖子。小主机的侧面是 NAS 的主要接口，19伏 DC 电源接口，1000兆网络接口， 2.5G 网络接口， Type-C 接口可以输出 DP 信号， TF 卡插槽， DP 接口， HDMI 2.0 接口，双 USB 3.2A 口，双 USB 2.0 接口，耳麦口。这台 NAS 有3组显示接口，很少见。一部12厘米的超大风扇负责通风。卸下底部是颗固定螺丝，取下底板。双 DDR4 内存插槽，最大3200兆赫兹。2组 M.2 PCIe 3.0x4 的 NVMe 插槽。我真有2条英伟达 DDR4 3200兆赫兹内存装上，再装上一根 NVMe SSD。 BIOS 里看到 32G DDR4 内存3200兆赫兹，这里可以设置来电自启。这里可以设置性能释放，最高54瓦。我们设置它来进行系统最大性能释放的测试，因为是 NAS， 不能要求太高，平时设置为15瓦也是不错的。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DA64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功耗一开始就一条直线跑在54瓦，此时整机功耗跑在65瓦左右， CPU 频率运行在 3.4 赫兹，在单烤了1小时40分钟内， CPU 功耗一直保持54瓦。室温27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上升到97度，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45度。 CPU-Z 多线程 2171.3， 单线程 414.8， 多线程成绩接近 9300H 和 8809G， 超过了 3500U、N200 和 N100， 低于 N305 和 8505。 Geekbench 5多核3660，单核886，多核超过了 3500U 和 N100。 Geekbench 6多核3770，单核1118，多核超过了 3500U 和 N100。
Cinebench R23多核4276，单核886，多核成绩和 9300H、8505几乎一样，超过了 3500U 和 N100。Cinebench 2024多核273，单核57，多核成绩超过了 9300H、3500U 和 N100。Passmark 多线程9037，单线程2191，多线程超过了 9300H 和 3500U。综合来看，这台阿麦奇 N3A R2544 的性能，多核性能超过了 3500U 和 N100， 稍低于 9300H 和8505，非常强大。接着看娱乐大师，总分515938， CPU 得分233577。我们还给 R2544 运行了 OpenWR 测试， AES 388,246， XX20 289,207， CoreMark 151,018， CoreMark 成绩上了15万分，超过了8505和 8600T， 很不错啊。HDMI 接口能够输出 4K 60Hz 8位 YCbCr 44的显示信号， Type-C 和 DP 接口能够输出 4K 95Hz 10位 RGB 显示信号。接着我们看 Radeon Vega 8核显的视频解码，它最高能硬解本地 4K 60帧 VP9 视频。YouTube 4K 60帧 VP9 视频流畅播放。硬盘测试，接载 M.2 PCIe 3.0 X4 接口的 NVMe SSD 3400兆比每秒， 2.5G 网络接口，我们使用 iPerf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2.35G。飞流 OS 安装在这台 NAS 上非常简单和容易，不管是 CPU 和 GPU 还是网口和硬盘都非常顺滑。我们也升级到了最新版。看一下文件共享下拷贝文件的速度，280兆比每秒，跑满了带宽。转码播放也没有问题，看到 GPU 使用率达到了 40% 多。这台阿麦奇 N3A 装置了嵌入式 R2544 CPU， 最高54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整机功耗没有超过80瓦， Windows 下待机最高功耗 8.7 瓦， 飞流 OS 下待机最高功耗 9.9 瓦。一般不带缓冲的 PCIe 3.0 的 NVMe SSD 最大写入功耗一般 3.3 瓦。按这个结果，两盘位全插满增加4瓦，SATA 盘位读写 24T 最高不到10瓦，4盘位插满 24T， 我们120瓦的电源也足够了。室温27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 38.6 度， SSD 待机温度 32 度。阿麦奇 N3A 双网口6盘位 NAS， CPU 是 AMD 嵌入式 R2544， 最大可达54瓦的功耗释放，性能算非常好，高于 N100、N150， 低于8505。 2.5G 加 1G 网口，2个 NVMe 存储接口，4个 SATA 机械硬盘接口，基本能满足小型工作室和家庭 NAS 的需求。特别之处是它还有3个显示接口，似乎做 HPC 播放器也不错。目前看安装飞流 OS 也是无障碍。现在不管是内存还是硬盘都在涨价后的高位中，这算是现在购买 NAS 最头痛的问题吧。总结一下，阿麦奇 N3A R2544 出厂最高54瓦的性能释放，性能不俗，散热稳定，2组 PCIe 3.0 X4 的接口，4组 SATA 接口，还有双网口，接口兼容性不错。它的一体铝合金外壳适合家庭和小型工作室使用，它有不错的接口，稳定的散热，不俗的性能，是价格不贵的6盘位 NAS， 对它我们给出推荐的评价。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观看，再见。